一部剧里最让观众意外的，往往不是男女主角，而是那个突然出现的特别出演。2025年末，逍遥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谭松韵和侯明昊担任男女主角，原本应该是整部剧最大的关注中心。可是就在开播前一天，剧方突然公布了一位特别出演演员赵丽颖，而且她饰演的并不是一个普通客串角色，而是一个极具话题性的反派人物岁梦仙君。消息一出，整个娱乐圈的讨论方向瞬间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开始问，一个特别出演为什么能够在一夜之间抢走男女主角的大量关注？这背后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并不只是逍遥，而是赵丽颖如今在中国娱乐圈拥有的巨大号召力。逍遥是一部古装仙侠题材作品，由徐纪周执导，于2025年12月27日上线。故事围绕人族与妖族之间延续多世的恩怨展开，而贯穿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就是神秘的玉里神拳。谭松韵饰演的逍遥是一个性格洒脱、天真灵动的女孩。她原本只是一个看起来没什么心机的普通角色，却意外闯入万妖谷，从此卷入人族和妖族之间复杂的恩怨。侯明昊饰演妖王红叶，两个人的感情线也是整部作品的重要核心。按照传统古装仙侠剧的宣传逻辑，男女主角应该是绝对的视觉和话题中心。但是逍遥偏偏在开播前一天突然打出了另一张牌。赵丽颖饰演岁梦仙君，最关键的是这个角色的设定本身就非常具有传播性。她被描述为执念的化身，拥有超越三界的力量，同时还是推动男女主角感情产生波折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说，她虽然不是主角，却拥有一个非常强的剧情功能。更重要的是，剧方并没有提前很久宣传这个角色，而是在距离正式播出只有一天的时候，才正式公布赵丽颖的特别出演消息。这种临近开播才突然放出重磅演员的宣传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话题制造。结果也确实非常迅速。消息公布之后，相关讨论迅速升温。根据当时媒体报道，剧方微信指数较此前增长超过 45%。赵丽颖的角色造型也迅速成为讨论重点，相关内容获得接近1亿次阅读，并带动多个热搜关键词。在抖音平台上，她的角色造型预告视频不到12小时就获得超过50万点赞。一个特别出演角色在正式登场之前就已经拥有如此强烈的讨论度，这就是赵丽颖名字本身所产生的传播效应。但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关注越高，争议也越大。第一种声音认为，岁梦仙君的造型实在太抢眼了，甚至有观众直接表示，看完角色造型之后，第一眼关注的并不是女主角逍遥，而是赵丽颖饰演的岁梦仙君。这种比较很快就变成了网络上的讨论焦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岁梦仙君明明是反派，却没有使用传统意义上非常浓烈或者阴暗的视觉设计，它更多采用白色、浅蓝色等冷色调服装。这种颜色让角色看起来非常高级、清冷，同时又带有一种难以接近的距离感。从视觉上来说，他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恶人，反而更像一个站在高处俯视众生的人。这也让很多观众觉得，这个角色的气质非常适合赵丽颖近年来逐渐成熟的演员形象。但另一边，也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特别出演角色的宣传规模如果超过男女主角，反而可能影响整部剧原本的宣传重点。尤其是在赵丽颖的影响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她一出现，讨论自然会迅速集中到她身上。于是，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有人猜测赵丽颖可能参与了项目投资，甚至有人进一步猜测她是否影响了角色戏份。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剧方或者相关方面的正式确认。所以在没有可靠证据之前，这些内容只能被视为网络传闻，而不能当成事实。其实，如果把这些争议放到整个角色设计里来看，会发现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因为逍遥和岁梦仙君本来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女性角色。谭松韵饰演的逍遥，重点在于灵动、可爱、真实和亲近感。她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物，她的魅力来自一种很自然的生命力。她会调皮，会机灵，
也会在危险面前展现出自己的勇气。这种角色非常容易让观众产生亲近感。而赵丽颖饰演的岁梦仙君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气质，她冷静、强大、华丽，同时带着一种无法轻易看透的神秘感。所以两个人在视觉上形成巨大反差，一个像自由自在的风，一个像遥不可及的冰。正因为如此，观众才会觉得两个人都很有辨识度。这其实未必是谁压过了谁，而是两个角色承担了完全不同的戏剧功能。当然，逍遥本身的市场表现和口碑也没有因为赵丽颖的特别出演而变成一面倒的好评。当时关于这部剧的评价存在明显分歧，有观点认为逍遥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画面和视觉呈现，人物造型、场景以及整体美术设计确实具备一定的观赏性。但与此同时，作品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仙侠剧的一些固定套路。爱情、宿命、三界、人妖之争以及前世今生，这些元素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已经非常熟悉。所以，当视觉上的新鲜感过去之后，观众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真正讲出新的东西？而从行业讨论来看，逍遥的市场表现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这就更加凸显了赵丽颖这次特别出演的特殊性。因为当一部作品整体表现没有形成绝对优势的时候，一个特别出演演员却能够迅速制造巨大的传播话题，这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这说明，在如今的中国娱乐市场，演员的个人品牌价值已经成为影视宣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赵丽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她不需要成为女主角，甚至不需要提前几个月进行大规模宣传，只需要一个角色名字、一张造型图、一段短短的预告，就足以让大量观众开始讨论。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明星号召力。但更有意思的是，赵丽颖这次并不是第一次通过配角或者特别出演制造存在感。近年来，观众对于她的期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她越来越愿意尝试不同类型的人物。这意味着观众看到赵丽颖的时候，已经不只是看到一个演员，而是在期待她会怎样处理一个新的角色。所以，逍遥的这个现象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赵丽颖抢了谁的风头，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当一个演员的个人影响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他即使只是特别出演，也可能改变一部作品的舆论走向。这就是顶流演员与普通演员之间非常现实的区别。当然，特别出演带来的热度，最终还是需要回到作品本身。如果角色只是依靠演员名字制造话题，却无法在剧情中留下足够深刻的记忆，那么热度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如果角色本身足够精彩，再加上演员的影响力，那么这个特别出演就可能真正成为整部剧最令人难忘的部分。对于逍遥来说，《岁梦仙君》显然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他在正式播出之前就成功制造了足够大的讨论，而赵丽颖也再次证明了一件事：真正有影响力的演员并不一定需要站在故事最中央，有时候他只需要站在那里，观众的目光就会自动聚集过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逍遥》这部剧里，一个特别出演角色最后却成为了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而这场关于谁才是焦点的讨论，本身也成为了2025年末中国古装剧市场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娱乐现象。你觉得呢？如果一部剧里特别出演的演员比男女主角拥有更强的话题度，你认为这是演员号召力的体现，还是剧方宣传策略的一次冒险？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中国娱乐圈明星动态和最新影视话题，记得关注频道。我们下期继续聊更多你不知道的娱乐圈故事。